今年的6月份，我一个人从纽约飞到伦敦和我的闺蜜会合，一起登上了挪威峡湾邮轮。不过在梦幻的旅程也有结束的一天，下邮轮的那一天，我的闺蜜要回巴黎过回现实的生活，而我还在逃避现实中。接下来我要一个人去瑞士的日内瓦，再去法国最美的小镇安息，展开我的新旅程。在那里我还吃了拿过2次世界冠军的甜点。你好，我是 Alison， 我在这里分享我的旅游心得，尤其是邮轮的实战经验。现在跟着我一起出发玩转欧洲。我从伦敦飞到日内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快10点了，这里物价这么贵，而且只睡几个小时而已，所以我给自己订了一间 hostel， 住的是6人房。入住的时候大家都休息了，一直到我退房的时候还有人在睡觉，所以我就没有排里面的状况了。我的弹性还蛮大的，你要我住5星级的也可以， hostel 的6人房我也没问题。现在是6点半，我等会在这里吃完早餐，我就要坐巴士去法国，因为这里的物价太高了，我要把我的钱留在法国再用。这间 hostel 还不错，一个晚上50多块美金，每个人还配有一个 locker， 还有很多公共空间，重点是还有免费的自助早餐。在这里吃好吃满，中午的那餐也就省了，还有无限供应的咖啡呢。退房了，我们现在去河边走走。这是我第2次来到日内瓦，我觉得这里应该是瑞士最无聊的一个城市。我想说我会不会太客观了，有点不公平，但是我 Google 了一下，没想到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耶。应该是因为这里太过商业化、国际化、城市化，所以感觉这里少了一些瑞士的味道。你们觉得呢？9点才开始喷啊，这个喷泉9点才上班。优点就是从这里出发去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区超方便的。这里就是等巴士的地方，比巴黎的干净很多，但是也小很多。不到1个小时我们就到了安息。刚才下车的巴士站在这里，火车站在这里，我入住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因为太早了还不能 check in， 所以先去老城区逛一下。走着走着遇到游客服务中心，进去看一下，看有什么可以帮到我的。We have the old prison, it's called the Palais de Lille, and you can go inside, there's a small museum. We also have the chateau, and there's a museum inside as well. And today in the old town, we have the markets on here and here. You can also walk up to the basilica, it's about a 20-minute walk. Opposite here we have the lake, the big park, and the Bridge of Lovers. You can walk along the lake here and here. 刚刚帮助我的2个女生英文都超好的。我问了一下，如果我要骑脚踏车绕这个湖的话，大概3个小时，然后我还可以在这里绕一下它的老城区。很多人说安息是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威尼斯，但说实话，来到这里之后，我并不认同这个说法耶。的确，2个地方都有小桥流水、老城区，走在这里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浪漫氛围。但威尼斯是一整座建在水上的城市，你每走几步路、几条街就过一座桥。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船，而安息就不一样了。这里主要就是一条从阿尔卑斯山流入安息湖的河流 Le Thioux， 也是世界上最短的河流之一。河水又分出了很多小溪，穿过小镇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走路就可以感受到依山傍水的美景。所以用小威尼斯来形容安息，我觉得这样有抹杀它的独特魅力。这个在河中间看起来很浪漫的建筑物，是这里的地标，以前是监狱，现在是博物馆。这里好有小镇风情哦。这里一杯珍珠奶茶是6欧半起跳。教堂旁边这里走进去会找到那个假日市集，找到了市集的入口就在这个教堂的旁边，这里走进去。
这个市集有卖很多当地的农产品，像是新鲜的蔬果啊、法国 cheese、手工面包，还有一些日常用品。这里的 cheese 很有名，奶香浓郁，特别适合做成一些融化的料理，像是 cheese 火锅和焗烤马铃薯，哇，听起来就超赞的。用来配酒的香肠也是很有名的，而且没有很贵，一小条4欧元，6条的话才20欧诶。去这个城堡很不简单，我想说要不要放弃了，要走好多山路啊。我改去另外一个小城堡，在这里。来到一个城堡，这个山坡没有很困难，大家都应该可以办得到。进去这里参观，夏季的票价是7欧元。我在欧洲的那几天遇到一个小热浪，异常的热，实在没有心进去参观。但上面的风景超棒的，看了一下也算是蛮满足了。我也去买个冰淇淋，起来的来吃。在老城区有很多冰淇淋店，让人眼花缭乱，而且价钱差不多，让人好难选啊。Merci beaucoup。终于到时间 check in 了。这里旺季的时候房价不便宜，我在 Agoda 看到这间在打折，所以我快刀就定了。这是我今天入住的房间，房价是96欧元。今天刚好是星期日。7月份的旺季有这样子的地点，很不错的一个房价了。这里可以看到火车站就在这里，而且我的房间位置刚好在角落，所以看到很多风景，虽然不是最美的。然后这里有个小小的浴室，但还是跟在 Agoda 上面的照片比起来有差别，是差很多。而且在欧洲很多平价的 hotel 是没有风扇也没有冷气的，这个只是装饰用。第一间，第二间。在湖边有几间店可以租脚踏车，最便宜的2个小时15欧元。今天有感温度差不多是40度吧，超热的。本来想说等太阳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再去骑，但是现在已经4点半了，还是爆热，所以我就在湖边走走算了。原来可以在这里游泳耶！如果你也是夏天来的话，来这里游泳吧，记得带上你的雨衣。这就是这里有名的爱桥。On dit que si les amoureux s'embrassent sur ce pont, ils s'aimeront pour toujours。搭这个船半个小时17欧，1个小时30欧。回到老城区，再去吃一个冰淇淋。听说很多艺人来这里打卡。这家好像更有名耶，50年的历史。但我觉得没有特别好吃耶，不晓得是我选错味道了，还是真的是过度宣传了。今天吃了2个冰淇淋，是时候去吃晚餐了。我找到一间有很多留学生推荐的中国餐厅。这个时候我已经在欧洲10天了，真的很需要吃一些亚洲菜。像热腾腾的面，这个好吃。早安，现在是7点半。我有2件事情做完了才可以离开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我后面的早餐店吃早餐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吃曾经得过世界级冠军的甜点店，我要全民吃一个甜点。做完这2个事情，我才可以离开。哦，原来里面开了，外面还在准备，那我现在就进去。这一套早餐2.9欧元，面对着河边。在美国要吃到一样品质的早餐，起码要10美元。好想念法国的面包哦！在人潮来之前，到处都可以听到餐厅在准备桌子、在搬运的声音。哦，这里可以寄放行李，价钱还不错。找到了，这就是在2005和2007年得到世界冠军的一个甜点店，他正在准备，所以
我给他一点时间，我待会就去吃。在这里过夜的好处就是可以趁早晨还没有那么多游客涌入之前，好好享受这个城市的宁静。这边太早了，所以很多甜点都还没有出来。有着2次世界冠军头衔的店所卖的巧克力面包也才1.8欧元，马卡龙差不多是1.5欧元。这就是世界冠军做出来的甜点，老板娘建议我吃这个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们很多甜点还没有出来，所以他只好建议我吃这个的原因。然后我还吃了一个马卡龙。我昨天没有来，是因为昨天是星期日，他们一早就关店了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一早来，所以选择就不多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以他们得过世界冠军的这个身价，这样子的价钱是非常的佛系，因为在其他国家可能已经涨到不晓得几倍了。我这样子的一个早餐，我刚刚付了总共是13欧半，所以还蛮值得的，我觉得。先吃吃看再说。好好吃哦，甜而不腻耶。我吃的这个是 Framboise 富平莓，也是一层一层的。吃完真的是齿颊留香。原来这不是新鲜的苹果，这个青苹果做的超真实的，我还以为切下去是硬的呢。这个也是甜而不腻，吃起来很清爽。因为我是外行人，所以我吃不出来那些细微的差别。为什么它是世界冠军？因为全世界还有好多好吃的甜点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体验，反正吃了它，让我觉得说我吃了全世界的甜点。现在我要准备退房了，我不建议这一间旅馆，因为这里有蚊子，而且法国人不相信纱窗这种事情。所以天气热的时候打开窗户，蚊子都飞进来了。这个巴士站在室外，所以很清新。虽然街上还是有一些味道，但总比室内的巴士站好。而且这里有个荧幕告诉你什么车子几点发车。就这样，我就搭上了巴士，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沙姆尼。在那里待3天之后，就会开始我一个人8天的白朗峰践行，有好多精彩冒险的画面跟大家分享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到时候回来观看哦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。